白日飞升，得道成仙，可以说是古今道教徒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。飞升之事的记载和传说也广泛见于古代文献，仅《续仙传》上卷就记载了飞升仙人16位。说到这里，有道友会想，白日飞升，他们都飞去天上哪个地方？天是诸多神仙的居所，而众生得道后，也往往有升往天界的现象。然而，天界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天究竟是单一的还是多种的？如果是多种的，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修行者应当如何对待呢？著名的唐明皇李隆基也有这些疑问，他曾问到中岳潘师正祖师。潘师正祖师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解答记录于《道门经法相承次序》之中。潘师正祖师认为，按照诸多灵宝经典以及有关三界的图录来看，大道涵盖了三清三界的范围。此处三清指的是欲清净、上清净、太清净，三界指的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道教36天，在三界中，欲界有6天，色界有18天，无色界有4天。而在三界之上，三清之下有4人天，以上加起来有32天。从4人天以下，在三界之中的28天都不能免于罡风、毒火、五雷这3灾的劫难，而自无色界以上，3灾就不会到达，劫难也不会产生。在三清净中各有1天，即是欲清净对应清微天，上清净对应余天，太清净对应大赤天。三界加4人天共32天，再加上三清天的3天，就有35天了。这三清三界每一层天都有自己的帝皇来统领，在这些天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品级的真仙，这些真仙又有极多统领的僚属。三清之上又有大罗天弥覆，因此将三界、三清天、大罗天等共称36天。无上大罗天，在大罗天中有一座山名为玉京山，山上有一城名为七宝城，城墙周长24万里，高24000里。城中有七宝悬台，有9万层，高出城墙360里。七宝台上又生七宝之树，8株七宝树高720里，七宝树的枝叶伸张，从城上覆盖到8方无极之外。这8株树以金银为根，以珠玉为枝，以珊瑚夜光为叶，以玛瑙、琉璃、琥珀为果实，整棵树金银珠玉交错。一时微风吹动树枝，叶子随着风的吹动时而聚集在一起，发出玄妙动人的声音和玄幻耀目的光芒。城中的宫殿楼观，其数量之多，规模之恢宏，难以形容。这座玉京山还流出5色泉水，又放出9色光明，彻照在大罗天等众天之上，而虚皇大道元始天尊都集在此地修行。每至3元8节等斋日，大罗天下的35天中的帝王、大圣、天尊、妙行、真人、仙童、玉女等也都来朝宗坐于玉京山的元始天尊。众圣皆烧香朝礼，飞行不虚，歌玄都之绝丽，叹宫阙之奇名。天尊诞生之时，以道为身，不受因缘作用，不待外物而有。故无量经曰：元始祖劫，化生诸天，开明三景，是为天根。上无父祖，唯道为身，应化济物，显浩无穷，设计归真，则战而为一，以其诸天敬奉，号曰天尊，为万有之根，故称元始。大罗天之下的35天中的帝王、大圣、天尊、妙行、真人、仙童、玉女等都各自于此朝拜修行，甚至做洒扫、烧香、散花等事。狮子、辟邪、神龙、朱凤等8000万种灵兽仙禽都在城中飞翔侍卫。飞升后还修炼吗？知道了36天，那么修行者就应当逐次修炼进步。最初作为一个凡人初学，应当传度受禄，受持法戒，行无缺犯，功德圆满，如此就能明细仙路，才有资格进入五岳灵山洞宫之中继续修行。在洞宫中无有懈怠，进学不辍，就可逐层位登欲界诸天。在欲界天中，戮力修行，
不断精进，就可逐层为登色界诸天。如此不断，时刻努力，增进修为，就可在逐步直位登无色界诸天、四种人天、无上三天，甚至到达无上三天，即欲清净轻微天、上清净雨余天、太清净大赤天，也并非是求道修行的终点。修行者应当不断突破，不以以往成就为碍障，坚定道心，追求大道，最终可谓登最上大罗之天。从潘师正祖师的揭示可以看出，在三界的众生，其寿命都是有限的，只是寿数有长有短罢了。等到灾劫来临，所有众生都不能幸免。而从四种人天以上，就是至道极果，修成不坏仙体，与道同真，常占极乐。因此修行之事不能止步于三界之中，尤其是我等在欲界的凡夫，必须进修无上大道，跳出三界牢笼，躲避劫数，抵达三灾所不能及、劫数所无可期的仙境。白日飞升，正史野史都记载过的白日飞升女道士，谥号为东极真人的谢自然。谢自然，唐代女道士，今四川南充人，祖籍兖州，今属山东。唐书有载，贞元10年，谢真人名自然，于县界金泉子集宫白日上升。郡郭氏稀有红泥云气，万目共睹。史书记载，谢自然出身官宦世家，父亲谢桓、孝廉曾任秘书省教士从事，母亲虚氏本一中豪门望族。自幼谢自然便性格聪明，不同凡响，从小茹素，从不吃荤腥带血的食物。7岁时，他就开始研习《道德经》《黄庭内经》等道家经典。由于他家在大方山下，山顶有道祖太上老君圣像，谢自然便经常上山拜礼。后来索性搬居山顶。到14岁时，谢自然开始绝食辟谷，颗粒不进，以王母、麻姑、南岳卫夫人等诸女神为修行榜样。断绝饮食后的谢自然，不但引起地方官员的怀疑，甚至连父亲谢桓都视为怪异，但是他的显示出的能力尤为灵奇，使人不得不信服。史载，当地刺史韩义为了验证谢自然断绝饮食的真假，把谢自然关在一个密封的房子里，断绝与外界的联系。几个月后才打开房门，却见谢自然肤色依然红润健康，生气朗然舒畅。自此，刺史拜服，还让自己的女儿拜谢自然为师。后来，谢自然27岁那年搬入金泉道场居住，不久就在金泉观白日飞升，当地民众数千人共同瞻看，见证了这一神异之事。这一旷古奇事震惊朝野，并波及后世。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对谢自然飞升下诏褒美，当地官员又将诏敕刻石立碑。据康熙年间顺庆府志载，在谢自然飞升的金泉山上，原有3通有关飞升的唐代石碑，其一为唐太和5年831果州刺史韦素撰写的《金泉山仙树居》，其二是唐德宗敕果州刺史手书，其三为是唐德宗敕果州女道士谢自然白日飞升书。如今虽然3碑俱毁，但却有2通碑文尚存于地方之中。从皇帝下诏到地方官撰碑，可见谢自然飞升在当时影响之大，甚至连与谢自然同时代一贯排斥神异的大文学家韩愈，也为此写下了长篇《谢自然诗》，详细叙述这件惊世之事。纵观史料，关于谢自然白日飞升的记载，文献资料广泛。这些文献既有官修史书，又有野史笔记，既有地方图志，又有道教典籍，其真实可信度极高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